儿金贵何在？衙内身体不适，在帐中休息。立功！不可呀！若是我儿无事，今日我便允了尔等。若是我儿有伤，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，以谢天下。国家办当，社稷危殆，官家心丧。臣恳请太后下诏，以陈王入继大统，以安天下民心。雀儿兄弟，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。当年在太原做藩镇的时候，我家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家人慈和敦睦。入主汴梁不过3年，丈夫和2个儿子全没了。雀儿呀，给你家兄长留住香火吧。太后有诏，先帝大行神位无主，陈王久病，不可以经天下。襄阴公刘赟久居外镇，素无贤名，可因为私权。郭威遂宣刘承佑生母李太后诏书，立时任徐州节度使刘赟为4军。刘赟，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弟刘崇之子，过继给刘知远为养子。刘赟是河东刘崇的长子，他若当了天子，信用的必然是河东的那帮文武班底。咱们这些人辛苦一场，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。这世上有些事情，只要开始了，便断无停止之理。这许多人跟着他干这灭门的勾当，是要谋富贵前程的。可他却轻飘飘地说让便让了，却将众兄弟置于何地？无论是谁家的孩子，无功于天下，却做不得天子。真让襄阴公做了天子，
咱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断然没有下场。主公已经见了血，仇已经结下了。咱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只有郭令公才能做天子。湘阴公那边如何料理？事到如今，怕是留不住了。诸位一番辛苦，既是为了国家大义，也是为了郭令公父子的家仇，总不能说为郭令公一番辛苦厮杀，反倒一个个的没了下场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却也容易。我自去徐州迎驾，路途之上，马儿惊了，摔死个把人，也是寻常事。此事托付三哥。令公，宣徽王相公求见。请他进来吧。哦。还没歇息呢。新婚何来？你看啊，这天子崩殂，天下板荡，这时候派人去徐州，一个不慎，怕是要弄出事了。庆丰的意思是，三哥久居军中，几年宿将，就算是出了事情，也能压得住局面。说不得被劳动他一番，带2000兵去迎新天子。也让他在新君驾前得个拥立之功。我明日一早进宫，请太后颁下荆节诏书，着三哥往徐州迎驾。那有太后诏书，便更头大了。你也是有年纪的人了，凡是能让小辈去做的，该放手是需放手。自家该歇歇的时候，莫要硬撑着。尤其是熬不得夜了。知道了，那你也早些歇歇。元朗，末将在。令公有何吩咐？备马，我要进城。诺。文仲今夜来此，是想要湘阴公的性命，还是想要老夫的性命？令公知我，那个位子，会不会是真心不想做？由得你吗？我与先帝不同。先帝称帝时，身子康健，家世俱全，还能人望所归。如今不到3年的光景，先帝便不在了。3个儿子死了2个，如今只剩下太后和陈王孤儿寡母守着血氏。
我家其实也还不如先帝家，满门上下只剩下我跟君贵父子2人相守。168口人，除了随子大名府的董事之外，就连女人和小厮都不曾剩下。刘大德，我家实在是折损不起了。一把老骨头了，走上一番徐州也没什么。多谢令公成全。文仲，世道如此。杨叔子有言：“人生不如意，时居778。”这样的事情，由不得我，却也未必能尽由得你。军贵，这什么意思啊？2位叔父，父亲昨夜祭奠故人，一夜都未曾合眼，天方亮才肯睡去。当年在太原，你父亲自家是如何说的？做天子的须不是我等，大事当前，谁不是一夜未眠？如今他在此处酣然高卧，做此等小儿女情态，却是将我等，将这些追随他的兄弟袍泽们当成什么了？2位叔父一夜未眠，好歹妻女尚在。国荣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跟他啰嗦这些做什么？床你得拖起来不就得了？请2位叔父进来。令公此时与某进宫，找太后讨要节钺诏书。冯令公已经拿到了荆节和诏书，天不明灭出城了。此时应该已经出了开封府境。如此，不足与谋。文仲，你这是心瞎呀，还是眼瞎呀？这个乱臣贼子，众家兄弟已经陪你坐下了，如今你转过来要去做好人，却是众家兄弟于何地啊？天下这副担子太重了。这样的年岁，这样的世道，谁不明白呀？在这样的世道下做天子，也有将全家人的性命都赌上去的狠烈和果决。我家已经死了168口人，就剩下我跟董事君贵相依为命，凋零如此啊！我自家又是这么个岁数，实在是赌不起了。还请2位兄长体贴这个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也各自回家啊，拉上各自的家人，陪着你一道等死。告辞。营中有了严令，除非有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能离营半步。哎，郭圈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不做天子也就罢了，硬拘着我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等到了澶州，或走或留，由得2位兄长自便。这澶州，太后有诏，大河开化，临汛在即。太后命我率军东去澶州治河，大军即日拔营。诸位，令出如山。令公有令，守备
仲这是要将所有人都看住，在缝到那老匹夫没迎回新天子之前，他不会放任何人离开军中。可见的郭雀儿是死了心的不愿做这个天子。做不做天子，不是他一人之事，自然也由不得他一人说了算的。说的轻巧，如今兵权在他手上，在这军中可不就他一个人说了算。这件事我们想差了，总想着礼制规矩那些个老黄历，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好看些。就连刘赟那里，也想把事情尽量做得周全些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其实事情的关键根本不在太后，也不在刘赟，此事的关键就在当下，就在此处，就在军中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。你来做什么？喝酒。不喝。你不想喝，我却想喝。你不做天子也便罢了，连兄弟也做不得了。喝吧。当年啊，金主卖了燕云，先帝知是时事，将成为千古罪人。君臣举语，被赶去了河东。身边只有我跟苏相公。自河东府过了河，你和三哥便赶了上来。先帝问：“你们跟着来做什么？”你说：“特来共生死。”当年是共生死，如今依然是共生死。唉，生死二字却也难说。昔日太原的众兄弟，杨斌、石鸿昭、王章等辈一个个都死了，我家168口也死了个干净，只剩下我和金贵孤家寡人独存一室。你说，还真能落个诸事不管，镜子死了不成？三伯父这是要兵变。
这是军中将士们联名拥戴你父亲做天子的血书。中间空着的位置是留给你具名。若我不具名，三伯父是要把我杀了？这是杀头掉脑袋的大事，你不纳头名状，谁敢留你性命？那便有劳三伯父了。本人收了他的剑，把他看住了。他若硬要往外闯，便绑了他，只要不伤他性命便可。走！站住！莫再向前。请令公出帐。令公何在？臣等求见令公。退后！中军主将大帐，擅闯者杀！诺！末将王殷，请郭令公出帐，受诸军陈情请命。请郭令公出帐。令公，天子无德，神器无主，湘阴公无功劳于天下，更不知军中将士的辛苦与不易。若要是上下相安，四海清宁，郭令公不出，乃苍生何？今日我等在此拥立郭令公为天子，臣等请令公以社稷苍生为念，早正大统，即皇帝位。请令公早正大统，即皇帝位。而金贵何在？衙内身体不适，在帐中休息。令公，若是我儿无事，今日我便允了尔等。若是我儿有伤，我今日便自刎于诸君面前，以谢天下。而秦桧何在？请衙内出帐，令公有请。爹，郭某有话要与尔等说，有3事相约：其一，不滥杀，
其二，不掳掠；其三，善待雇主忠亲。尔等允郭缺儿此三事，郭缺儿便为尔等担负起这个天下。臣等奉诏，陛下万岁！臣等奉诏，陛下万岁！秀峰，臣在。命你为使节，回转汴梁，觐见太后，告知目前的情况，讨要一个监国的名誉回来。臣奉诏。王爷，臣在。自此刻起，诸军由你统帅，严肃营武，弹压军纪，但有不法乱营，无论亲疏贵贱，悉诛之。臣奉旨。诸将谨守本分，不得擅动。诺。有件事儿，只能你去做了。徐州，来不及了。你星夜赶往宋州，冯令公迎奉襄阴公回来，必经宋州，迎住他，告知他澶州和京师的变故。襄阴公那边如何处置？襄阴公如何错置？悉听冯令公进去决断。儿子明白。自缺儿入宫那日，监国诏书便已备下了。是他坚持不受，才未能昭告天下。如此也好，我母子的性命从此刻起，总算是平安了。拿去吧。谢太后。令公，救我！令公，襄阴公，起来说话。令公，我乃先皇养子，既食徐州多年，一直奉旨循礼归行拒不，从无给予大位之心。前皇突然借诏，令我进京嗣位，我自知才疏德薄，诚惶，却也不敢不从。仓皇启程可眼下行至半途，而新皇登基，朝代更迭。令公，如今我该何去何从，方可自保？还请令公明示。令公，救我！令公，襄阴公，若要避祸，听老夫一句，既不要去京城，也不要回徐州，更不要去太原投奔你父，安安生生在宋州住下来，闭门读书，一个人也不要见，一件事也不要问。闭门读书，好。刘云，谨遵令公君命。
下万岁万岁！